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在美国呢40岁之前呢还没有听过或者是不太重视，而70岁以后知道已经太晚的话题。它会直接的影响到你退休后的现金流、税金、医疗保险费。这个东西呢就是 RMD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， 中文呢我把它翻译成强制最低提领额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， 在美国生活超过40年，有8张专业执照。每周六晚上美国东岸时间8点钟呢，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。我做这个频道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，享受生活，安心退休。如果想要知道 RMD 会如何影响你的生活，或者是已经遇到 RMD 的朋友呢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很多人一辈子他认真的存钱、存退休金，比如说 401k、Traditional IRA、SEP IRA 等等，就退休后才发现税爆掉了， Social Security 被课税，然后 Medicare 呢保费突然变得很贵，辛苦存下的钱呢，退休的时候是被税吃掉了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我们聊一聊什么是 RMD 怎么算，为什么它会让你的税变高，还有它怎么影响了 Social Security 的 benefit， 它又怎么影响了 Medicare 的 IRMAA surcharge。 最后我会分享一下如何提前规划。 RMD 是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以前存的这个退休金呢，政府呢是先让你先不缴税，那现在退休啦，那政府说你老啦，该还我税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只要是这些退休账户之前没有交过税的，比如说像刚刚说的 Traditional IRA、401k、SEP IRA 这些，那你在退休提领的时候呢，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要交税了。那什么时候开始交税呢？现在2026年的规定就是说73岁开始要 RMD 了。那如果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话，以后就会变成75岁了。最早的时候呢， RMD 从70岁半开始的。那如果 RMD 的时间到了，你不提领的话，会有什么结果？当然国税局就会罚钱啦。那罚多少呢？没拿的部分呢会罚 25%。 比如说你该拿1万块钱，你没有拿，结果 IRS 就说好，那你先给我2500当罚金。公式很简单，就是去年12月31号之前所有未交税的账户的总额，它除以 IRS 的 Life Expectancy Table 上面的数字。那根据不同的情况呢，它会有不同的对照表格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举个通用的例子，比如说73岁，那所有的这个 pre-tax 的账户呢，它一共是有200万。那 IRS 表它给你的除数就是 26.5， 也就是把这个200万除以 26.5， 那得出来的数字呢就是75471。这就是今年你最少要拿的。那注意哦，这个不是你想不想拿，是政府规定你一定要拿，而且每年你的除数会小，那代表就你每一年要拿的这个数字就更多了。别忘了退休账户的金额会越来越多，代表了呢 RMD 的数字呢也会越来越高的。很多人退休的时候以为说我没有工作啦，税应该很低啦，没有收入了。那事实上呢，是有 Social Security 的 benefit， 我们有 RMD 的问题，有投资的利息、房租的收入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收入，全部加在一起呢，就变成你的 taxable income， 也不见得会比退休前还要低别忘了，因为退休的时候呢，很多税上的减免可能也没有了。比如说孩子都大了，没有 child tax credit， 房子也付清啦，没有 mortgage interest 可以减免了。还有就是因为不上班了， employer sponsor 这些 retirement plan 也就没有再放退休金进去了。还有一点呢，不要忘记是美国现在的税率呢，其实是处于历史偏低的。在二战的时候呢，美国的联邦税率还可以高达在 94% 了，所以以后的税率非常有可能是会变高的。 RMD 有个特性，就是它是算普通的收入 ordinary income，它不是资本利的，比如说是0%、15%或20%，它是跟薪水一样的高税率。结果是呢，你本来是夹在 12% 的税阶，结果被 RMD 可能推到了 22%、24%，甚至于更高了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，它本来不一定要课税，是因为你的收入太高才被课税。政府看的是你的 AGI Adjusted Gross Income 加上了非课税的利息，再加上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的一半收入的金额。如果你是单身，那收入呢超过了25000块钱呢，就开始要被课税了。
而超过34000呢，最高呢，你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有85%是要被课税的。如果是夫妻2个人的话呢，他收入超过了32000 ，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就得要交税了。如果是超过了44000的话，最高到85%，你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是要交税的。原本你只靠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本来可以几乎不用交税的，后来 Combined Income 一变高，原本不用课税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，突然有80%变成了课税的收入了，最后变成说我不是多领钱，我反而还交税交得多。再来更痛的就是Medicare Part B 和 Medicare Part D 有高收入的附加费，这叫 IRMAA Surcharge。你一旦超出了这个收入的门槛每个月的保费就不是202了，可能呢会变成284、405，甚至于更高。那 IRMAA Surcharge 的标准就是2年前的报税收入，就是所谓的 Modified Adjusted Gross Income。如果超过它的门槛呢，保费就会增加了。RMD 有可能把你推过了这个门槛，把你变成了高收入的人群，让你多付了保费。最常见的3种人就是 Pre-tax Retirement Fund 呢，它存太多了。第二个就是没有做 Roth Conversion 的规划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没有做了税阶的管理，结果退休后呢，就变成说，我明明没有上班，结果呢还缴了更多的税。今天不讲产品呢，只讲方向。方法1呢，就是做 Roth Conversion， 把未来的税提早，用低税率解决。第二个方法就是不要只有把钱呢放在了延税的账户，而是要提前的规划一些免税的账户。那第三个方法就是说提前的模拟，比如说看 RMD 加上社安金，还有加上投资这些收入呢，会不会踩到 IRMAA Surcharge 的坑？千万不要小看 RMD， 它会影响你退休后的税，你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是否会交税，还有你的 Medicare 的保险金，还有你退休后能花的钱。如果说 RMD 是退休后最大的隐形税务炸弹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，现在规划呢还来得及，尤其是还没有退休的朋友，不要错过了黄金的规划期。如果已经开始 RMD， 至少要知道说为什么要缴那么多税。非常欢迎已经退休或是即将退休担心 RMD 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想法。如果想知道如何规划 RMD 或想提前规划避免以后有 RMD 的朋友呢，请在影片下方的连结和我预约咨询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请点赞、收藏、开启小铃铛、转发和留言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